贵客请稍后。把咱们撂这儿做什么？一个个凶神恶煞的，连碗热汤都没有。阿父，林不疑本就是这样清冷之人，但未曾想到，连府邸都冷冰冰、阴森森的，这根本就不像府邸，像军营。可为何连个女娘仆妇也没有？你不是女娘吗？吓我一大跳。有你一个便够了。林将军有伤在身，怎地还特意迎将出来呀？快坐下歇歇。总是卧床休息，难免烦闷，所以出来透气。不知程将军，您来做什么？啊，林将军搭救了吾女的性命，理当登门拜谢啊！哈哈哈哈。陈四娘子，你们坐吧。不做，不做，阿父，快！哎呀，多亏林将军搭救之恩，否则小女就掉下山崖了。少商，还不快谢过林将军？多谢林将军，还望林将军保重身子。若是想要保重身子，就不会救你了。这林不疑怎么这么不会说话？还不是你非要来？走吧，阿父，我们赶紧走。撤。林将军既有伤在身，当多加休息。我们母女就不打扰了。父女。阿父说错了。令我一夫人备下谢礼，已命人送于院中。告辞。也不知是否是阿父的错觉，只觉得林不疑今日看阿父啊，尤其不顺眼，句句似的敲我，还不能将我生吞活剥了。不是错觉，从他见到你开始，脸色就极其不好，说话也不甚好听。阿父，你是何时得罪他了？街道是文人相亲，谁知武人也相亲，只怪阿父啊，为人太过优秀，连他都嫉妒。我明白了，阿父，我们快些回去，否则我腿都软了。程娘子、程将军，请留步。方才我们少主公发现了半枚玉佩，想必是女公子无心落下的。只是无论如何也寻不到另半枚，所以还需劳烦女公子回去一同找找。这就去找。哎，听闻程将军力大无穷，在军中可以以一敌十，吾等还想向程将军讨教一番。良卿小将军，家中还有琐事要办，改日，改日。娘娘啊，你照顾好你自己啊！啊，你行的。以玉佩要挟，林将军此举，非君子所为吧？你就这么怕见我吗？来探个病，还要带着阿父来壮胆。我为你牵扯旧患，你竟连来探个病都不情愿。林将军的伤还痛吗？你只问我痛不痛，不问我是否有碍于弓马吗？不痛便好，能不能上马拉弓，这有什么要紧的？那日在华县，也只有你问我是否会痛。
你当真有些许特别？少主公，少主公，太子殿下率豫昌郡主来探望少主公。豫昌郡主，他来我们府上做什么？我与他不熟的。啊，他不是经常来吗？全都城的人都知道他爱慕少主公啊。啊，他也不是经常来。林将军，你这有客人来，我就先走了。我的玉佩。太子殿下到。子胜，子胜见过太子殿下。子胜不必多礼。单剑说你伤势严重，我赶紧来瞧瞧。我也是看学生少伤焦急，误以为将军伤得严重。凌将军，不会怪单剑打扰吧？若我觉得打扰，你就不会来了吗？单剑也是挂心子胜你嘛。其实吾等都很担心子胜你，特别是豫昌，更是担忧的日夜难眠。这位女娘是曲灵豪陈氏之女陈少商，见过殿下。她就是之前与娄家退亲的那位程四娘子。少商妹妹，你被退亲时，我日日为你忧虑，如今来探病，怕不是心中另有盘算了吧？今日来见林将军，是为答谢救命之恩。你若不信，大可问林将军。没错，我是为他而杀。就怕有些人假盗窃之名，行清净之实，赖贴上去，夹缠不清。也不知道是谁为乔林将军压垮乔掉进湖里去，谁夹缠不清，谁赖贴？今日是我请陈娘子来府上的，有何不妥吗？可他私下还与其他男子私会拉扯过。我家婢女在城市货站旁的僻静处见到过，说那人的身形绝非楼瑶，也非你阿父。你胡说！王娘子，那位男子应是在下。那日程三娘子也在，不过有事不曾跟来。在下为师代传音信，特去请求少商君相助，有何不妥吗？有的人啊，满脑子都是男盗女娼，便见谁都奉他。我与袁公子，若是有半点见不得人之事，我出门就被马车撞死。林将军，保重身子，我走了。今日之事涉及袁氏满门清誉，改日单剑自会将车骑将军要个说法。告辞。王娘子在我的府邸上侮辱我的贵客，是打算从今往后都与我作对了吗？哎呀，子胜，这不过是场误会。子胜，你的伤可请孙英官看过？不必了，我伤筋动骨不要紧，我想殿下还是请孙医官为王家娘子瞧瞧，去瞧瞧她的眼睛，双目盲正，不治会瞎。来人，送客。你们，哎呀，哎，我，哎呦，何必呢？这是何必呢？都是亲眷，不要动怒嘛。你，子胜，我，哎呀，
皇兄这是要去何处？发生何等大事了？如此慌慌张张，岂不失仪？玉昌被子申气得心碎，我不怕他做傻事。你们赶紧进去，我去追他。第一长子又如何？穿上龙袍也未见像得了太子。三皇子，少主公刚歇下，请容我这就去通禀。他既歇下，我等就不进去了。舅父寻了一些上好的药材，劳烦炖给子胜服用吧。是。你终于回来了，迟了15年。霍家军传信官韩武，拜见少主公。你既还活着，为何迟迟不露面？还要等我们找你？你可知霍家军逃兵，该当何罪？属下当然知晓。凌将军欲如何发落属下，属下无不从命。属下非有意劳烦凌将军找寻，只是当年孤城城破，属下得以苟活，曾有意联络旧日同袍，到都城向圣上禀明全部。可属下一旦泄露身份，联络同袍便遭到劫杀。只得隐姓埋名，混迹市井，直至前日被梁丘小将军发现。凌将军安然无虞呀！我问你，那日孤城城破，霍家军全军覆没之时，你在何处？属下当时不在城内，被将军派去求援了呀。凌将军有所不知，当年孤城守军军械被人调换成了劣质军械，难以抵抗。霍将军不得不派属下和另一位同袍前去附近驻扎的岳氏部曲以及前安王大军求援。谁成想，援军未到，孤城已破。那日孤城城外有瘴气，岳氏与前安王大军均无法冲破。是也，迟了3日救援。属下有所耳闻，当年小岳侯曾派一队兵马去查探瘴气，全部因此丧命。可后来有人看见，当日派出的战马竟出现在兵营之中。若这瘴气有毒，为何人已死，马却无虞？你的意思是，这瘴气有毒是假？尚不能断，只是属下觉得蹊跷。还有一事更为蹊跷，待瘴气消散，军中医士前去林中验尸上报，然不知为何，事后这些医士悉数失踪。
凌将军，属下想查探这些一事，若有人尚在人世，可查得线索。准。谢少主公。哎呀，人家二郎和小女娘在程家货站门口这么站了一站，就谱出一段风月佳话。参加此生英雄救美啊，累得旧伤复发。这些嚼舌根的女娘们，怎么不好好的口口相传一番呢？哎，不然这口口相传的，多是些风言风语罢了。可若无这些风言风语，这又如何顺势撮合成亲啊？子申终身大事，耽误多少年了？陛下，子胜一直是有主见的，陛下不用担心。倒是咱们的五公主，整日念叨着要学子胜不成家，想要自由自在的。荒唐！小郎君尚可先立业再成家，一个小女娘拖拖拉拉不嫁人，上了岁数，外面的传言要多难听有多难听啊！是啊，别的不说，就说这程家的娘子，明明是为了成全忠义，才向娄氏退亲，尚被人嚼舌。如果小五不嫁人不成亲，那世人的谤言又该是如何的？证明她快快嫁人也是为她好嘛。可惜子女多数不知父母良苦之心啊。这世间蜚言谤语，对女人总是更苛责些。这也不是让她远嫁，越是和宣氏两族联姻，宇文氏三族相连，砸碎了骨头还连着筋，都是一家人，嫁给越后世子有什么不好啊？陛下对子胜尚可耐心相劝，小五倔强，陛下更要与他好好的说道理。朕照顾子胜，那是因为亏欠霍兄，她是朕的亲生女儿，能一样吗？只是现如今难得子胜有能入眼的女娘，朕自然是要多费心撮合嘛。陛下打算如何撮合？朕要选程家娘子入宫觐见。你还吃得下去？一大早手忙脚乱的奉诏入宫，早上也没来得及吃，为何吃不下去？我问你，你那日探病林不疑，中途是不是出了什么纰漏啊？不曾出什么纰漏啊。阿父不也在吗？阿父后半程也不在，怎知道？只是那一日，林不疑看起来确实不太高兴。莫非这圣上传召，不知是祸是福？是祸也躲不过，担心有什么用啊？要先教你一些保命的规矩。你入宫之后见了那些贵人，要行跪拜大礼，祝皇上千秋万岁，祝皇后起居无恙。要称你阿父的官职在前，称自己的姓名在后。这些可都听懂了？嗯。
现在教这些我也学不会，早干嘛去了？完了。你这探头探脑的做什么呢？在家里没规矩也就算了，这进了皇宫，可不能再如此了，否则会祸及程家，也许还会搭上性命。你可知晓了？下车了。程家女眷不必下车，圣上特地有吩咐，女眷们腿脚慢，走到宣明殿不知要何时，可坐马车抵至宣明殿。这样更好。啊，坐马车？直抵？臣妇。臣女见过陛下、皇后，陛下千秋万岁，皇后起居无恙。免礼，赐座。谢陛下。谢陛下。你瞧什么呢？这灯可真大，我从未见到盖得如此精致的房子，第一次见，很难不喜欢。哦。坐下。陛下宣召臣以家眷，臣以家见，不胜荣幸。哎，常爱卿不必多礼啊。之前你委曲求全，以娄家退去了卿士，朕还不曾嘉奖于你和你的全家呢。何将军满门忠烈，为国尽忠，臣全家对其伟德感佩至极。自要满足何将军临终之言，不曾委曲求全。过谦了，陈爱卿，这奖啊，终究还是要奖的。那个是爱卿之女吧？是。啊，过来一些，让朕和皇后好好的看看你。哎，让你坐近一些，离得那么远，如何说话呀？你不要动。嗯。
陈家娘子，你闺名是？我程女叫陈少商，曲意琴弦。少商贤。少商，倒是个好名字。今年齿龄几何？我已经过了及笄好几个月了。朕问你，你与娄世子退亲，你这心中可有难受啊？回禀陛下，难受自是难受，不过我家不曾想毁约，只是知道此事不得不为。此话怎讲？小女子在书中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数月前，我在家书上任的华县，看到兵祸后民众的惨象，所以小女就想，正是因为天地无情，冷漠看待世间，所以我们生而为人，更应该仁义为怀，互助互勉才是。若只是为了自己的得意而不顾他人气息，此乃禽兽所为。你可知这句是哪位圣贤说的？孔曰成人，孟曰取义。荀子觉得人性本恶，所以天地不仁这话定不是他们说的。法家讲利弊，墨家要兼爱，前者只顾着人间利来利去，又不管这世间仁不仁义；后者则是觉得世间太仁义。既是如此仁义，人们更应该珍爱彼此，所以此话也应该不是他们所讲。最后一个就是道家老庄，所以此话定是老子所说。为何不是庄子？因为阿母让我看的庄子书卷，我不曾看，不知道里面写了什么。你倒是猜对了，但这意思却不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不是把万物当成猪狗冷漠无情之意，而是说天地对待万事万物都是一样的，一切顺其自然。这句话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是啊，陈爱卿，厉害啊！你啊，教女有方啊！不敢不敢，都是内子教的好。陛下，因常年在外征战，10余年未曾归家，妾与将军教女无方，还望陛下不要见笑。少商，你父母为了国事耽误了你的学业，余见你甚是聪慧，陈将军和陈夫人只需略花心思，定能把你教好。多谢皇后夸赞。皇后，你长得好美啊！老幺，休掉无言。哼，那朕要问你了，是你阿母好看，还是皇后好看啊？皇后好看。陛下，小女不懂规矩，今日初见皇后，言语冒犯，还请陛下恕罪。皇后恕罪。无妨无妨，朕觉得这孩子呀，率真、坦诚，倒是有趣啊。对了，两位爱卿早起奉诏，应该不曾用膳吧？阿父阿母不曾用膳，我用膳了。我在车里吃了一个饼子，不过现下还是饿了。哦，你吃过饼子了？啊，好，那你们全家留下来，和朕一起共用午膳，如何？我看行。哦，你看行啊？好，好，好。启禀陛下，万将军进宫了，
此刻正在崇德殿候着。好，朕便过去。两位爱卿，和朕一起过去喝饭席，聊聊天。是。翟敖带程家娘子去长秋宫偏殿稍事休息，晚些咱们再小聚家宴。老身去服侍皇后换衣，程娘子且稍坐。竟然是榆木做的，好生节俭。此殿堂高3丈有余，柱围却2人可抱，可见并不完全依靠梁柱来支撑。这倒是与寻常百姓家的屋舍不同，也不知道是用了什么妙法建起来的。母后，五公主，皇后正在更衣。五公主，五公主，母后，他们竟说你与父皇有正式要议，苦苦拦着不放儿臣进来。你父皇本就有正事，余还能骗你不成？你身为公主，出身帝王家，自幼熟读宫规，怎能进宫恣意喧哗？若被你父皇听去，又要重重罚你。父皇就是偏心，儿臣这公主还不如寻常人家女娘自在。你自出生就锦衣玉食，你父皇何曾亏待过你？锦衣玉食就不是亏待吗？母后也不缺吃穿啊，为何还整日愁眉不展的？还不是因为父皇眼中只有月衡和他生的儿女，朝内朝外何人不知，他月衡才是真皇后。放肆！是谁在你面前挑拨这些离心的话去？是儿臣府上的幕僚，他们一心为儿臣谋划，不曾挑拨。你一介女子，又无需治国平天下，用何幕僚？你即将嫁给岳氏，与这些儿郎来往密切，你让你未来君就小岳侯作何想？儿臣来正想为此求母后，这亲儿臣不解，儿臣才不要嫁给小岳侯之子。岳衡那外甥文不成武不就的，连3公主家驸马都不如。为何我宣誓联姻的郎君儒雅博学，他岳氏非要出个浪荡子给儿臣？这明知是害儿臣，可是暗中欺辱母后。胡闹！3公主曾心悦子胜，可在你父皇赐婚后，依旧心甘情愿嫁入宣氏，你又为何不可？那是林子胜瞧不上他，我宣氏的儿郎又不比凌不疑差，才不得不选。我要是答应嫁给岳氏那浪荡子，他怕是要笑死我。母妃没瞧见五公主哭着跑进长秋宫的慌张模样，真笑死人。看来父皇果真铁心要将她嫁去舅父家了。真的是，他有何不满？娶一个如此骄横无礼的心腹，说来还是舅父家吃亏。
你表哥那般浪荡子，五公主不愿嫁他也不奇怪啊。凭何不嫁？儿臣当年心悦子受，父皇让儿臣嫁与宣氏为妇，儿臣不也含泪嫁了吗？同为公主，同等联姻，凭何他想不嫁便不嫁？我劝你还是少白日做梦些。林子胜若是看得上你这般鬼模样，还至于令你父皇为他担忧多年吗？怕是能嫁他的女娘，早就能绕都城围一圈了。母妃，你怎如此贬低亲生女儿？不服呀？宣氏驸马有功勋傍身，非但家世清白，为人更是刚正不阿。你想想你那表哥，成日里花街柳巷的乱窜，哪个女娘肯嫁他？若是让你跟小五换个郎婿，你乐意吗？那小五满腹幕僚呢，日日凑在一处，假称商议国事，实则背地里做甚，谁又知道？小五不乐意，不过是因为瞧不上岳氏。你少在这儿煽风点火。你自小在你舅父家长大，他定是没少在你面前挑唆长秋宫跟我岳氏的恩怨。今日我把话放在这儿，我此生只图个清静日子，收起你们肚子里那些弯弯绕绕，少给我惹是生非，否则我定不会保你们。时辰不早了，去家宴吧。母妃不去。我最烦那些无趣的宫宴，又不是个个都收，何必在一起假装热闹？那母妃就让他们长秋宫出风头了。我愿把风头送给谁就送给谁，你不服？我不服。若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那林子胜至今也未成亲啊，为何父皇纵容他逍遥自在？父皇纵容他胜过亲生儿女，怕不是他凌不疑才是父皇流落在外的孩儿吧？你怎可如此侮辱你父皇？子胜是霍将军外甥，是霍家唯一血脉。当初霍家为救天下，全族皆亡，以至于你父皇愧疚至今。你怎能说出这般凉薄话语？霍冲不过是林子胜舅父而已，死的人再多，也只不过是母族而已。明明自己的阿父阿母存活在世，是他脾性古怪，不肯亲近，偏偏赖在宫中抢儿臣的阿父阿母，何来此理啊？住口！你再这样胡说，玉可真要罚你了。母后只管罚我好了，我知你们都弃我忤逆，可我无非是想做个如男子般行走朝堂、建功立业、有一番作为的女娘。总之，我绝对不会嫁给岳氏。可我连自己婚事都做不得主，不妨一死了之。母后，你去哪儿啊？我话还没说完呢，母后。母后。哎，哪儿来的贱婢，竟敢偷听？我不曾偷听，是你嗓门太大，我不想听也得听。大胆，敢在长秋宫中放肆！来人，将这个不知尊卑的贱婢拖下去杖责。是。五公主留人。五公主，此乃曲陵侯府的程家娘子，首次进宫，不知晓宫中规矩。程将军乃新晋武将，孤城一役，立下赫赫战功，被圣上封为曲陵侯。圣上常说要善待功臣之后，还请五公主莫要与程娘子置气了。原是个军户之女，难怪如此粗鄙，不懂礼数，竟然厚颜无耻，胆敢在长秋宫中放肆。明日我便禀明父皇，处置你这贱婢。不，连同你父母一同处置，罢了他们军功，将你们全家都赶出都城。五公主消消气，何必与小娘子一般计较？圣上命奴婢带程娘子前往家宴处，若五公主不解气，再骂几句也可。只是耽误了时辰，就怕圣上怪罪。又拿父皇压我。
算你命好，若非有宫宴，我定饶不了你。宴席上最好小心谨慎些，莫要让我抓到把柄，否则让你们程氏全家赔罪。算你命好，若非有宫宴，我定饶不了你。宴席上最好小心谨慎些，莫要让我抓到把柄，否则让你们程氏全家赔罪。方才多谢这位阿姊了。这宫中贵人们发起火来，真是吓人。我叫骆吉通，家父长水校尉骆柱，几年前被皇后选为五公主伴读。少商妹妹叫我一声季通阿姊就好。好，季通阿姊。圣上跟皇后都和善可亲，为何偏偏这个五公主如此跋扈？她乃圣上妖女，天下初定后所生，幼时不及兄姐吃苦。长大后又锦衣玉食，自然养得娇惯些。但宫规森严，你我不可多加妄议宫中贵人，小心为家族惹来天大祸事。多谢季通阿姊提点，不过幸好，我今后不会经常来宫里。哼。程娘子，随我来。程娘子，坐在此处即可。多谢。真是何人都有资格入宫宴了。这宫中处处需按尊卑序位来坐，少商妹妹地位卑微，自然要坐在末席了。我若不来，这位置就是你的。你看你那样，还好意思说我？你敢讥笑于我？真是聒噪！长秋宫的人怎会如此不懂规矩？你身为皇后生女，也不怕让姨母丢了颜面？岳飞倒是教了你们永乐宫的人要守规矩。敢问今日为何不带宣氏驸马来家宴呀？是三子与宣氏驸马又起了争执？还是因为今日子胜会来，三子把宣氏驸马留在府中了？五妹，与其操心他人夫妇房中事，还不如思虑你那一屋子面首如何处置啊！你若再不赶紧将他们驱散，只怕过不了几日，连都城人都知晓了。你，今日家宴，各位都少说一句，也憋不死人。若还压不住，待会儿父皇母后来了，你们大可把现在的话当他们面说。看看臊不臊得慌。喂，叫你呢。方才与我在长秋宫争执的，是你吧？尚未开席，父皇母后尚未入席，你便先行偷吃，怎么如此没规矩，少教养？五公主怕是不知道吧？从前她阿父在外征战，将她独自留在家中，无人管教，算是个乡下的野孩子吧。她也是第一次入宫，定是不知道宫中规矩，饿着肚子来面圣的。难怪举止如此粗鄙，原来是没有父母教啊！胆敢在宫宴上偷偷吃饼。这不是饼，你唬我，饼我还认不得了。这当真不是饼，这叫鼠馕，在乡野家家户户饭点的时候都吃这个，一个馕可顶3个时辰不饿。公主难道连这个都不知道？
我听我阿父阿母说，这圣上节俭，皇后节约，公主怎能连这个不知？哦，也是，公主贵为天之娇女，每天身在皇宫庭院之中，自然好多东西是没有见识过。你，啊，不舒服，我先去方便方便。程小娘子嘴巴挺了得，倒叫我看看这脚上。林子胜，你这是何意？早听闻圣上已为五公主觅得了岳氏驸马，驸马人品风流，乃是旷世少见之人，与五公主甚是般配。子慎在此先行恭喜了。你敢笑话我？子胜，三公主与宣侯世子成婚时，臣人在外征战，未能及时恭贺，在此道一声迟来的恭喜。走吧。等等，你这个小贱婢！莫娘子，那程娘子似乎与林将军很是亲密呢。做好咱们分内事，莫要非议他人。备好酒，就端上席吧。可是，以前皇后不是有意将娘子许给林将军的吗？休要擅自讲话。皇后从未将此事作证过。
再妄议此事，看我如何惩治你。是。林将军这是作何？为何不放手？拉来扯去的只会更难看。你难道想我们在宫中被人看笑话吗？你坐此处吧。我坐此处，怕是不合规矩的。无妨，坐吧。如今宫里行事愈发不讲规矩了，连一个小女娘都可以坐在皇兄身侧。皇兄，你真是好脾性啊！三弟莫要吓着人家，这是家宴，本就不必太过拘束礼法。再者，是子胜带他坐在这儿的。皇兄此言差矣，以小亏大，治家稳而无章，何以治国？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既坐在此处，总要通明吧？哦，我叫陈少商。哦，你便是那个刚与娄氏退婚的程四娘子啊！哎呀，容貌甚好啊！我若纳了你，你我便是家人，家人坐在此处，便不算坏了规矩。两位皇兄。是吧，五弟啊，你就是太长情了，才让父皇屡次训斥。怎么，坚决不改，是吧？武殿下不必惦记了，少商他已经有亲事了。哎，子胜欺我啊！这满都城中何人不知城楼退亲之事？是啊，所以现在我可以娶她了。你莫要冲动，不要为了帮我，把自己终身大事给毁了。哼，怕是子胜和皇兄待得太久了，气势不若从前凌厉，竟连一个小女娘都敢违抗你的命令。陛下到。都在聊什么呢？这么高兴啊？巡城家宴不必如此拘束。娘娘，你怎么坐这儿？陛下。此事你这是？臣请您代行长辈之职，向程四娘子提亲。好，好，哎呀，好，这还以为这件事啊要拖许久呢。如此说来，那就是今天定下来。好，程爱卿，来。程爱卿，子胜10岁起呀，就养在朕的跟前，如亲子无异啊。今日朕暂代扶植，向爱卿你啊提亲。程爱卿，意下如何？哎，贤弟，好亲事啊，好亲事！还愣着干嘛？快答应个！臣自是
这是好事啊！啊，哎，好事儿，好事儿。臣自然，此情不能接。啊？请陛下收回成命。陈夫人，你这是对子胜有何不满啊？内子对将军怎敢有不满？将军少年英雄。将军少年英雄，是我家小女少商，配不上林将军。小女自幼缺乏管教，行事顽劣不堪。自妾归家以来，读书不行，习武不成，女德没有，口德不修。妾本欲严加管教，奈何他目无尊长，不服管教。妾怎敢对天颜有所欺瞒？若少商非我子女，如此心腹，嫁我程氏，妾也决计不会答应。若换做程氏其他女娘，能得到陛下垂爱照拂，我们程氏也深感荣耀。陛下，少商好勇斗狠，妾担心，若真嫁给林将军，日后会酿出大祸，连累程氏全家性命。陛下，这门亲事绝佳，只是少商他自己配不上。我阿母所言，句句属实。臣女这般品行，连自己阿母都瞧不上的人，如何配得了天人之姿的林将军？是啊，圣上不如收回成命。你说什么？想不到啊，真想不到，竟然会有人为不嫁子胜，将自己的亲女贬得一文不值。在我的印象里面，全都城的女娘都争着抢着要嫁给子胜，可偏偏程家为拒婚不惜违抗皇命。不知道是程夫人用心良苦，还是子胜令人家心生惧意啊。三弟慎言，此事攸关皇家颜面。陈将军，还请三思而后行。那个，要是不嫁凌不疑的话，嫁我也行啊。这个程娘子与我倒是挺配的，她粗鄙不堪，我放浪不羁，我俩才应该是一对儿。说什么呢？混账东西！有你说话的份吗？陈氏，君无戏言，
朕今天向你提亲，诚意已表，你敢当众拒婚，你这是辱居龙颜啊！你祸连家族啊！此事，朕容你3思后再回答。臣违背圣意，罪该万死。臣愿辞官，携妻女离开都城，绝不碍陛下言。只是臣女高攀不起林将军，还望陛下成全。放肆陈氏！你这是拿辞官来逼朕吗？来人呐！陛下，陛下息怒，陈将军也是一时情急，容他们再想想。陛下，陛下，林将军文韬武略，武艺不强，少壮时就立下赫赫战功，是全都城小女娘们日思夜梦都想嫁与的郎婿。只是臣女自知，这般的林将军，我从不知自己在你眼里原是这般的好，想必你也不知，在我眼里，你陈少商就是全都城最好的女娘。林将军，陈夫人，莫打断我说话。世人都说，娶妻当娶温柔贤淑之女。我看陈夫人杀伐果断，在战场上不输男子，可在战场下，您也跟陈将军伉俪情深。可见夫妻各有不同，并非皆为世人所想那般。少商或许不是所有人心中的乖巧女娘，但在我的心里，她就是这全都城、全天下最好的女娘。她天真果敢，敢爱敢恨，是天底下最能与我并肩同行之人。子胜此生，非她不娶。好，说得好。陈娘子，既然此胜一决，你呢？你不用看他们，他们今天说了不算，今日由朕为你做主。纵然孝道再大，那也大不过天子圣意。你有什么心里话，
只管说出来。这倒是要看看谁还敢斗胆反驳。臣女无需他人决断，只听自身。臣女愿高判林将军一次。哎，哈哈，好！哎，陈娘子啊，这桩婚事可是你自己亲自应承的，一诺千金啊！日后谁要是再敢反复，朕定责不误。谢陛下。谢陛下恩典。好。成事还不谢恩呐？臣父谢陛下恩典。好了，行了，都起来吧。哎，来人！哎，又怎么了？陛下，啊，是义昌郡主八成是听到林将军定亲了，昏过去了。看看这些小女娘，成何体统了？啊，席还没开呢，就喝多了。哎，我说呀，真该让她呀去成秋宫，好好的学习规矩。啊，是。子正，起来，快起来！今天真高兴，陪朕多喝几杯。哈哈，众爱卿一起同饮。跪下！你瞧瞧他这般模样。夫人，来，今天太过惊吓，别说是他，我上一时回不过神来。他受惊吓，我看他今日威风得很啊，当众允婚，连圣威都丝毫不惧啊。进宫前，阿母嘱咐了许多道理规矩，可这规矩里没有一条是抗旨不遵。放肆！娘娘啊，你可不能这样伤了你阿母的心呐！之前是你信誓旦旦的保证与凌不疑并无私情，阿父阿母才拼着激怒圣上去替你赐婚，你怎能又变了呢？之前我要嫁与阿瑶，阿母就不满意，总在我面前提凌不疑。如今凌不疑当真是求亲了，阿母还是不满意。阿母究竟是不满意我择的郎婿，还是不满我这个女儿？哎，好，娘娘，你不要误会你阿母的苦心呐。论水深，那城阳侯府比之娄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初凌不疑的阿母霍君华，身为霍冲的亲妹妹，曾是何等的风光啊！如今你看一看，又是怎样的下场？你何苦趟这个浑水呢？凌不疑的阿父阿母究竟发生过何事？
我从未听人提起过。你连人家家里水深水浅你都不知，就谈婚论嫁，活该你将来吃苦受罪。阿母不想说也就罢了，反正我嫁与的是林不疑，又不是林不疑的阿父阿母。陈阳侯府究竟如何，我也不是那么想知晓。并非你阿母不说，只是此事说来话长。当初霍冲将军在圣上危难之时，以一座孤城拖住了立地20万的敌军。破城之后，霍家、何家死于围城屠戮，霍夫人和林不疑也失踪了。城阳侯啊，便续弦迎娶了寄住家中的表妹淳于氏。谁知俩人成婚不到1年，霍夫人竟携着林不疑寻了回来。可朝中的文武大臣，不是最心疼忠烈遗孤吗？他们为何不让这个城阳侯休了淳于夫人，再与这个霍夫人破镜重圆？再者说，阿父，霍家满门都为国捐躯了，论功绩来讲，远远都胜于何家满门。城阳侯家世与娄家不同，淳于氏与汝阳王妃交情匪浅，怎能轻易休妻呀？汝阳王妃，这名儿听着怎么这么熟悉？豫昌郡主的大母。此乃妾身以真金为王妃锻铸的神像，置于屋中，可镇宅驱邪。你来瞧老身，便是有心了，何必次次带这般贵重礼物？再贵重的礼物，在王妃面前都不过俗物耳。这些年若不是王妃照拂，就以子胜对我的误会，恐怕妾身早在府中难以立足了。还不是因那霍君华从中作梗，仗着兄长霍冲威望，整日对我们文史一族颐指气使。你就不同，你贤惠体贴，又体恤幼老。当年战乱我受伤，是你日夜不休照顾，我才捡回一条命来。终究是我对不住姐姐。什么叫对不住？全天下人都以为他死了，侯爷别娶，又何错之有？即便没死，他失踪2年，又遭逢兵荒马乱，那谁知路上是否失掉贞洁？你提出以他同为夫人，可那霍君华尤为不知足，还整日对你喊打喊杀。你腹中孩儿就是这样受惊吓才没的，到如今都没有子嗣。可那霍君华还整日装疯卖傻，挑拨你子胜的关系。待豫昌嫁为子胜，我定让豫昌多劝服他。大母，如今全城的人都在看我的笑话，你可要为我做主啊！大母，别拦着我！郡主，下官理裴大夫，以后请得谈笑过余上。哎呦，我的心肝儿！你这是在闹什么？大母，全都承认都知道我心愿林不疑，可他近日却到处向程四娘子提亲，我究竟哪里比不过程四娘子？我哪里比不过她？竟让她如此羞辱！谁是程四娘子？竟也配跟你比？哎呀，就是之前在府上与王娘子打架，后来又与娄家定亲的那个程娘子呀。大母，如今子胜要娶她，让我被全都成人笑话。郡主请安心，那个程娘子败德损行，我与侯爷都不喜欢她，这亲事肯定成不了。我这就去找侯爷，让他寻子胜，好好谈谈。哎呦，快起来啊！来，看我们孩子委屈的，不哭啊，不哭不哭。什么程娘子？我与你阿母啊，都觉得城阳侯府是虎穴龙潭，所以才拼此聚会。娘娘啊，
或许你觉得阿父阿母的言辞刺耳，但我们的确都是为你好。袅袅，淳于是不好相与，只是其一。更令我与你阿父担心的是那个林不疑。林不疑可不比楼瑶，心性坚定，想好的事情他一定是要做的。偏偏是你也是如此的执拗，两个这么硬的人能够结为夫妻吗？今后如果你们有些争执，谁会让步啊？我和你阿父可护不住你的。我自然知晓他不好相与。那你还应下婚事？阿父，女儿可有其他选择？今日，阿母当着所有人的面贬低我，你们可有瞧见？平日里耻笑我粗鄙不堪的那群女娘，是如何的神情？阿母一心就想拒绝林不疑这个棘手的女婿，恨不得把我踏入尘埃，贬得一文不值。可我也有自尊，也有骄傲，也想抬头做人。阿母，我且问你，若今日圣上赐婚的是堂子，你可还会像今日这般，当着众人的面羞辱他？若是泱泱，我根本无需这般操心。哎呀，怎么就扯上泱泱了？袅袅，你阿母并非有意贬低你，只是若不这般说，如何收复圣上啊？即便阿父阿母的言辞不当，伤了你，你也不要拿自己的终身去赌气呀。我并没有赌气，女儿认真想过了，我这脾性是改不了了，无论是嫁给谁，阿母都不会放心的。既如此，不如早早嫁人，阿母也能早些安心。你可知世道艰难，女娘若是嫁错郎，便是一生的不幸。嫁错人一生遗憾，只是我一个人的不幸，也好过抗旨不遵，满门遭殃。你们未曾教养过我，从前我心中是有怨，不过如今我想明白了，我又何曾对你们尽过孝？所以啊，咱们谁都不亏欠谁的。我不想阿父为了我而丢官，也不想阿父阿母当年抛下我换来的陈家荣耀，又毁在我的手上。若是这样的话，倒会让我自己觉得，我一出生便就是个笑话。阿父阿母，这门亲事是女儿自己定下的，落子无悔。无论前路如何，女儿一人承担，绝不祸累家族。好，好，阿母不阻你的前程。你要想嫁给那林不疑，阿母成全你。